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我们鲜少出镜的总裁大大苏总苏白现身。看来我们家老板就是有魅力，这一会儿直播间的人数都上100万了呢。也多亏有你。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热情都这么高，不如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。我们一起吃这一根饼干，一起往中间咬，吃剩几厘米就给粉丝们打几折，怎么样？3厘米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们一起咬住，同时往中间咬，吃上几厘米才算的。3、2、1，2厘米。CP 是什么意思？CP 呢，就是差评的缩写。谁让你不好好跟我玩游戏？ 粉丝宝宝们都给差评喽！1厘米。今天这款饼干直播间限量只打1折。 所以，请大家不要刷 CP 差评，要刷 HP 好评。哇，林主管，快看这销售量，顾六二和苏总的 CP 真是牛啊！做好你自己的事。听说公司还有一批过期的饼干没有被处理。好，这次直播数据确实不错。哎，不过这样一来的话，你俩也只能合体。当初还不是听你的意见，现在引火上身的。我就是火。嗨，你俩聊，我走。 我走。走呀，苏总，这是我新调整的方案，您看一下。辛苦了。不辛苦。顾姐姐之前签了直播协议，里面包括了对商品质量的保障和对顾客的保障，在监管这一块，我轻松了不少呢。苏总，我想着这次直播效果这么好，要不我们再次合体？不行。 苏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作为公司的总裁 CEO， 如果让直播浪费您太多的时间，恐怕会耽误您的工作。林主管安排就好，但是还是要有始有终。为了给粉丝一个交代，年终大促最后一场，我和他做收尾直播。我同意。苏总，没事的话都出去吧。 那我走啦。顾助理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根本就不了解苏总。 我了不了解苏总不要紧，反正苏总最近在深入了解我。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得到苏总的青睐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讨厌一个人是不会改变的。林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在乎我了？我没有，最好是。苏白心动指数上升3%，目前心动指数为45%。怎么回事啊？
我跟林星在一起，他心动个啥呀？看来很快就能扭转局势。再见了，前女主。顾乐，我看你一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什么意思啊？苏总，你叫我。通知直播间今晚的直播取消，还有，把顾乐儿给我叫过来。知道了。商品质量是谁在负责的？有人吃了我们的过期饼干，拉了肚子。这件事现在影响挺不好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去问清楚一下。不用了，林星已经在处理了。你签了主播协议，趁公司还没有追究你责任之前，我提前把你解雇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先问清楚事情，再……不用了，出去吧。你是担心我被牵连，所以才赶我走，对吧？刚刚在电梯里，林星跟我说了很奇怪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……你有证据吗？林星的能力在公司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。如果你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请你不要随便把锅扣在别人头上，否则……行，我走。顾助理，顾助理，苏总，我感觉顾助理平时工作挺认真的，这次这个事儿指不定不是他干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也学会站队了？我哪有啊？我就磕你俩，一对 CP 好吧？看来你只能孤独终老了。唉。老板最近加班辛苦，加个鸡腿。如果我不是顾乐儿，你会喜欢我吗？不可怜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早点来，对不起。看来老大也逃不过真香定律啊！不就是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姿色吗？拽什么呀？真的以为人全天都围着你转？温馨提示：检测到0876号任务者陈蕊，攻略任务停止，半小时内若无进展，将再度重启任务。怎么变成直接清零重启任务了？鉴于你的消极怠工态度，系统要给予你一定的惩罚。我那不是消极怠工，是他欺人太甚。重启倒计时，3、2。哎，停！我去还不行吗？哼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把这几天的发货信息整理了出来，把商品进行回收，公开道歉。辛苦了。苏总，你最近实在是太累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我们只是合作伙伴关系。苏白，扑克脸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结钱啊！我就算只上了1天班，你也得给我算工资吧？那顾姐姐，我带你去人事。不必，我认识路。
苏总，你也出去吧。就是他，上。古乐儿，大家快来看呐，这个就是卖劣质产品的大骗子！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犯法了，知道吗？这种东西你也敢拿出来卖？我要举报你们！欠债还钱！钱吐出来！还钱！产品骗人赔我们钱，把钱还给我们！钱！不是，把钱还给我们！赔钱，把钱还给我们！把钱！赔钱，上家！钱！我家里人吃了你的东西，全都去住院了。我，怎么办？打到人了！苏白，等我一下。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一个都不许走。给我上！无论你们是受人要挟还是自发行为聚众挑衅，都是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。我们只是来讨个公道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93条规定，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，都会被判为寻衅滋事罪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魅影，放心，我们已经报警，马上就到。警察，不要，我错了，苏总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也是希望顾乐尔他有个说法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也跟他道歉。我说了，一个都不许走。处理好。都给我站好了，叫你们闹事儿，闹啊！好，现在后悔了，后悔了，后悔了，晚了呀！林主管，林主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那个，我刚刚去买点东西。他们刚闹事儿呢，我正处理呢。啊，那行，赶紧回去啊！哎，别动！我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把公司机密泄露给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？借口，我们不会再有合作的机会了。我们也不会再有合作的机会了。你怎么会？就猜到你有嫌疑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顾乐儿。需要把刚才的录音再回放一遍吗？我就知道，做了手脚的人会在情势逆转局面后按捺不住露出小尾巴。需不需要我给你刚才的电话再回过去啊？所以，苏哥哥你也早就知道，你负责的项目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，这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失误，肯定是公司内部人有问题。所以为什么那个人一定就是我？我原本没想到会是你，但是你的行为实在太反常。事情刚出就整理好了购物名单，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。苏白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就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认定，从来就没有变过。不，你变了。库勒尔来了才短短几天啊，你就这么偏袒他？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能多看我一眼？和其他人无关，无论你待在我身边有多久，都一样。和其他人无关？我不信！你放开他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什么？有什么事冲你来？冲你来？苏白，我就知道你变了，你爱的人是他。是。此时信我放在你桌子上了，苏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你的女主角是我，没想到是顾乐儿。除非
福的话我说不出来。再见，我的10年。如果没有我，或许你们才是一对。不会。不过，你刚才是对我表白了吗？嗯？林星走了，以后可有你忙的了。我怕你吃不消。查一下林星为什么离开苏氏集团，还有，苏氏集团最近在跟谁合作？苏总，这是公司跟餐饮品牌联名做的新店，基础设施都差不多了，还差一些软装。我觉得这个店环境挺好的。苏总，店长在那儿等呢。你先自己走走，我先去忙。乐儿，你认识我？啊，你是上次那个西装男，对不对？上次在公司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你来了，只是那个场合不太方便讲话。这里是我的餐厅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聊聊天。这是黎琛，顾乐儿的青梅竹马，初中就出国学习艺术，一直单恋顾乐儿。喜欢顾乐儿？这是系统给我的修罗场考验吗？乐儿，我是吓到你了吗？啊，没有。你是黎琛对吧？想起来了。这次从国外回来呢，我以后就不走了，可以一直陪着你。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我看看我今天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。我要不还是下次来听你拉琴吧？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练琴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陪着我，还说喜欢听我练琴，觉得那样很有安全感。这也是我一直练琴的动力。曾经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成为你的依靠，照顾你一辈子好吗？我不想骗你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不是你。你走吧。你干嘛？店长在会议室等着我们，车上还有一些资料，你去取过来。哦。苏白，我跟乐是青梅竹马，我想我比你更懂他。你出国都这么久了，更谈不上对他的了解吧？苏总，好好珍惜你最后清闲的时光吧，因为很快就有你的忙了。
今天我们一起出马，果然没有什么拿不下的。苏总，你快回来，公司出事了，启龙集团的新总裁要见你。公司出事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哦，我跟黎晨说一声，今天晚上就不跟他吃晚饭了。你干嘛呀？乌勒尔，我的态度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你不是特别懂男人的吗？所以你的斩男攻略全都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可是我身经百战，我不想听你的光辉事迹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已经彻底栽在你手里了。我答应我。通常这个时候都会说不要离开我之类的。不用，你好好的就行。走吧。黎琛，怎么会是你？启龙集团新上任总裁，看来我们没有谈话的必要。听说贵公司最近的业务现金流出了大问题，我想我可以帮你。前提是让我离开乐尔是吗？果然还是你最了解我。我还了解你根本就照顾不了他。苏白，你怎么？你想公报私仇吗？走。你给我等着，乐儿早晚都是我的。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么多人跟我表白，该怎么办啊？老大，昨天的事儿我可听说了，厉害啊！人家是公报私仇，你就以私治公，凭借3寸不烂之舌啊，就把启龙那家伙给唬住了，厉害！比你拍马屁的功夫还厉害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对我们老大的崇拜之情，那是如滔滔之江水，绵绵。出去吧。老大，自从有了顾小姐，你都不要我了。今年工资加1倍。该死的奖金！好啦，别闷闷不乐了。大不了，以后我养你啊。放心，就算公司没了，我也养得起你。素白，你就像现在这么爱我就好了，不可以再多了。怎么了？今天奇奇怪怪的。没什么，我就是怕失去你吧。乐儿，乐儿，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啊？没事儿，现在公司正是最为关键的时刻。等会儿我们不是还要开选品大会吗？我撑得住。辛苦了。心动值加5。这也行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干啊。苏白，你干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乖，以后想我了就直接去看我，别看照片了，好吗？心动值加5。不，苏白，你太快了，
太快了，哦，只剩5%就完成任务。这2天我们还是先冷静一下，先别见了。顾主任。魅影，哎，老大在。你过来啊！哦，老大。把资料发给各大媒体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你刚刚嘟囔什么呢？啊，没啥。太快了。我这该死的魅力啊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让自己留下来。给你的文件。你干什么呢？我太冷了，保暖。今天36度啊。那就是空调开得太低了。你没发烧啊？哎，系统没响，太好了。虽然呢，我是长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但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，千万不能对我。魅影，联系一下精神科的医生。怪不得启龙上任总裁这么心甘情愿把位置让给我，原来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李总，现在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我们的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还问我该怎么办？把消息给我压下去。要是胆敢泄露一点风声，你给我负责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苏白，是我太小瞧你了。苏总还真的是闲情雅致啊！大老远就听到李总的声音，想必那些资料已经看到了吧？是我太小瞧你了。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一件事，永远不要小瞧你的对手。还有，别总想着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就算屁股擦得再干净，也会露出蛛丝马迹。可那些事情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三件事，那些人精得跟狐狸似的。别总想着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自己把资料发出来，公开道歉，就说当时苏氏误发的过期饼干全都是被启龙集团给陷害。还有，做出一定的补偿，跟苏氏签订10年的合作合同。那我要是不愿意呢？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我告诉你。我是不会放弃乐儿的。放心，我从来不会拿乐儿做交易。我到家了。去吧。你的事儿，我都听苏白说了。说实话，你敢公开道歉，我挺佩服你的。这有什么用吗？还不是被人哄得团团转吗？我觉得不一样。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才会越来越成功。你说，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，对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而且我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顾乐儿。对，
反正都已经无所谓了，想说什么都可以了，对吧？随便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真的也就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出国，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在一起？没有，因为命运只会让我爱苏白一个人。你头上有片树叶，你自己取。今天你怎么这么大方，肯让我跟他说说话？你发誓，这辈子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顾乐儿发誓，以后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苏白心动值达100%，零发765号任务者陈蕊完成攻略任务。100%了？不，我不要走。苏白，不要再喜欢我了。我做不到。苏白，你不懂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停止喜欢你了。我们就这样好好的，好吗？要不，今晚就住我这儿？会不会太快了？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，你想什么呢？都进门了，还主动要求来客房，虚伪。放心，来日方长。可是，我就想今天。我们今天也去做做别的小情侣爱做的事儿吧。倒计时6个小时。我也要支持你的。嗯。
你的味道还真不错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记录下每一个我们甜蜜的瞬间。傻瓜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很开心。倒计时3个小时。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啊！不好意思，苏总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俩就组团看个电影，你别误会了。你说话呀！我女朋友都被别人抢了，我看个电影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就想吃个爆米花，至于这么小气吗？倒计时3分钟。苏白，我没事儿。你刚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苏白，你以后想我的时候就放一束烟花好吗？这样，每次你想我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倒计时1分钟。有一首关于相思和白头的诗，是什么来着？我刚刚明明想起来了。是那首。苏白，我真的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我不知道要说多少个好喜欢才能表达出我的好喜欢。我傻瓜。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那就好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个奇迹。医生，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好熟悉，就好像在梦里一直和我完成什么任务似的。你居然还记得？啊！我带你见一个人。原来，那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和你男朋友出了一场车祸，你受伤严重，失去意识。正好我们研究院在进行潜意识唤醒实验，你男朋友就报名参加了。为了唤醒你，他要努力保存自我意识，将你唤醒。稍有不慎，可能就是他彻底失去意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也没有醒过来的原因。苏白，
苏白，这是我以你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男主的名字。我想好了，我的第一本小说男主的名字就叫苏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又酥又白，让人实在垂涎欲滴，欲罢不能。哦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这是我的逻辑啊！哼，而且我还给他取了个外号。嗯，什么外号啊？扑克脸，冰冰冷冷，面无表情的大臭脸。谁臭脸啊？你。谁臭脸？说。原来一直都是你在等我。难怪你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很不一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算在梦里，我应该要早认出你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首《相思》和白头的诗，还是你念给我听的。忽有故人心上过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回首山河已是秋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两处相思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白头。3、2、1，你的气息慢慢靠近，像种默契不言而喻。如果爱情是张短谜，你就是注定的谜底。对你愿意去费尽脑筋，攻略心动定律，千百次曲折